你是他们的老板？是对。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？这是你培养的第一个团体？对，我们创业3年，然后从素人出身嘛，就是4子包括我，其实都是素人，就是毫无背景、毫无资源的状态，然后闷头干。然后才有了今天一点成绩的。所以每一个你都有看中他们的某个长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因为我当时就想让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风格，所以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独特之处吧。我们今天准备了那个你们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画面，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看一下哈。哇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我看这个东西啊！小弟挺帅的，小弟挺不错的。不是你当时是真的帅，啊，多青涩。这个视频还有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我发现你现在当时一些特点保留到你现在跳舞上还会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模特啊。没有我那段是不是？没有我那段吧？天哪！没有你，太好了！这是从哪儿发出的？刚刚那2段是正式的面试吗？是。为什么有一种偷拍的感觉啊？没有，我就这样手机因为立在那儿，一边要看，然后一边又放在。你刚才看的时候很痛苦吗？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视频。你没有见过这段视频吗？我没有见过，我真的没有见过。然后你跳的时候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当时是想快点学习，因为当时也是觉得自己跳的就是不太 OK。我们之所以买某一样东西或者拥有某一项东西，是因为这个东西也许可以带给我们力量，可是当它发挥完作用之后呢，这一样东西也许就可以转让给其他更需要这个力量的人。这是我们这一次在明星的家里面寻找东西，而且让他们能够到闲鱼去让新的主人能够拥有他们的一个目的。这件事情很重要之外呢，徐熙娣也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。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是《花花万物》。你鼓掌再一次，他讲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很精彩。本节目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有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。肌肤问题不用怕，修复专家敷尔佳。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敷尔佳赞助播出。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面来的呢，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偶像团体。现在请跟我一起欢迎他们进场。欢迎 Hello， 老师好，欢迎各位，请坐。来，正好先介绍一下，就是老师们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Wonder， 欢迎你们，请坐。欢迎老师。Wonder 目前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期待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长什么样子，吃些什么东西，以及他们接受过什么样严格的训练才能够得到今天的成果。首先放眼望去呢，S 这3个人跟你在马路上擦肩而过，第一个会注意到谁？穆子阳。你好，谢谢。你第一个会注意到穆子阳，因为我喜欢单眼皮的男生。哦 ，S 姐，你可以注意一下，我是一单一双。就是因为你那个双太双了，是吗？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半边的脸，是不是？而且好像我刚才看他们走下来的时候，穆子阳也是最高的一个吧？对，1.88米。你应该是团长吧？不是团长，我是2团长，这是我们大团长。对，其实因为我当队长，还是因为年纪比较大，然后阅历比较多一点吧，然后对。所以林超是里面最小的吗？对，我是年纪最小的。所以你有感觉他是小孩吗？其实小弟他就是性格上面其实还是比较成熟的吧。平常现在出节目就夸夸你啊，对，出来得夸夸的，就是平常可能也挺懂事儿的吧，然后但是还是会有比较小孩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人可能闹一些小孩的情绪吧。你说会闹小孩的情绪，就是我不要去这个通道，我不要那种吗？那个是老岳会做的，这就是我。
木子阳，你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前有做过别的事吗？我之前是做过一阵模特。那月月，做过别的事吗？在一个国企，对，其实做房地产的，那跟你现在的工作也差太多了吧？是差的非常多。其实我也觉得挺诧异的，就是走到今天回头一想，原来不是个卖房子的吗？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你是在卖房子的时候被人家发掘的吗？其实这个老板去买房，其实这个故事比较曲折了，就是算是其实一直特别想当练习生。其实我就是刚开始做了不到1个月就已经辞职了，然后去当练习生。所以那个工作是认真朝9晚5坐办公室的工作吗？其实是房地产开发，就是偏技术口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就是说就是下工地的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哇！所以心里面有想要成为像某某某那样子的明星吗？可能就会心态上比较随和，就想着自己努力能做哪步就哪步就好了。林超呢？我是每个年龄段会是给自己设一个目标，比如说20多岁，可能要成为Justin Bieber 那样的，虽然有点大，然后比如说30多岁要成为 Bruno Mars 那样的，30多岁，然后40多岁Justin Bieber， 40多岁还是 Justin Bieber， 让我说40岁，因为 Justin Bieber 本人也会一直变成30岁、40岁啊。40多岁的话，可能就是 Demi Reyes 那样的。所以你想到几岁了？暂时想到40多岁，看能活到多少岁吧，是吧？我觉得想到40差不多，想更远有点奇特啊。好，今天呢，大家如果熟悉他们这个团体的话，本来会期待出现有4位团员，不过只出现了3位啊。那第4位目前才要走出来，所以我们一起欢迎他进场吧。欢迎。据说她有一个称号是秦女士，那她今天觉得她要来代替缺席的那一位，成为第4位团员。你也知道，缺席的那一位，他们的粉丝看到你出来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？对，可能我们彼此都感觉挺特别的吧。因为本来他们这个团叫昆音4子嘛。是的，对。然后现在只有3子加1女。可能明天就要出事情了，感觉。秦女士，你是他们的老板。是对。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这是你培养的第一个团体。对，我们创业3年。然后从素人出身嘛，就是4子，包括我，其实都是素人，就是毫无背景、毫无资源的状态，然后闷头干，然后才有了今天一点成绩的。所以每一个你都有看中他们的某个长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当时就想让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风格，所以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独特之处吧。我们今天准备了那个你们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画面，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看一下哈。哇！怎么会有这种视频？这个东西小弟挺帅啊，小弟挺不错的。不是你当时是真的帅的啊？多青涩！这个视频还有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发现你现在当时一些特点保留，你现在跳舞上还会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模特啊。没有我那段是没有我那段吧？天哪！没有你，太好了！这是从哪儿发出的？刚刚那2段是正式的面试吗？是。为什么有一种偷拍的感觉啊？没有，我就这样手机因为立在那儿，一边要看，然后一边又放在那。那你刚才看的时候很痛苦吗？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视频。你没有见过这段视频吗？我没有见过，我真的没有见过。然后你跳的时候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当时是想快点学习，因为当时也是觉得自己跳的就是不太 OK。现在应该厉害很多了吧？现在厉害了点。然后另外一个悲惨的，刚刚发出悲叹的是木子阳嘛啊？你按那个干嘛？你想要上车走掉吗？不是木子阳，你没有做任何事情，只是站在那儿而已啊。就是不太能
理解当时的那些。你这样子，大家现场不是很尴尬吗？就是你披个夹克站那边不动，然后大家瞪着你看吗？这是他就关键是位置是他很享受，你知道吧？当时你在享受什么呀？我没有，我一点都没享受，我现在在这很尴尬。然后团长大人显然动用了势力，把他自己那段太好了。所以月月，你是真的没有面试啊？其实也面试了，但是因为当时确实缺人，我甚至想过加入管理层，你知道吧？是这个意思，对。小弟在当时那个舞蹈已经在我们这儿算是这个，对，真的是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步，我们拍到了什么？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到了 Warner 的公司，然后他们现在也住在这里，所以今天大家跟我一起看看他们平时吃饭呀、睡觉的地方究竟长什么样子，而且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搜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。跟我一起走吧，走！我们现在途经的这个区域呢，看似好像是他们的客厅，我发现他们宿舍好像似乎大概是没有什么保洁阿姨，就像这个盘里每个东西都处于不同的领域。例如有点酒，还有纸牌，意大利产的玫瑰糖，点外卖的红包和一个手机壳。我要补充一点，就是这个宿舍不仅是他们几个一起住的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练习生，大家一起住在一起，所以这些东西也有可能不是他们的。但究竟是不是他们的，我们到时候再问吧。我们继续去找他们的宿舍吧。这是什么？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。因为我知道林超弟弟好像马上就要去上海上学了，这可能就是他在为自己上学做准备。因为上海嘛，现在分类垃圾很厉害，希望你好好学习。我们走吧。这是他们的公司的办公区哎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星辰，然后星辰大海的星辰，对。然后我就现在要去看你们平时吃什么东西，然后要搜一下，然后具体有什么就是精彩的点，现场小 S 姐姐和康永哥会问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招架得住，因为火力很猛的。只能招架不住。没事，到时候我帮你们。现场有崩溃大哭，还有就是离场的情况。对，真的很厉害。而且还有就是经纪人在现场已经疯，然后被导演组抓走，然后捂着嘴不让他说话的那种情况。艺人就是和什么去 S 姐就是在台上互殴的那种。没有互殴，是小 S 姐姐单独殴艺人，然后艺人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。星辰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去下一个区域，你们在这里继续玩狗吧。你也不解释一下你就走了？无需解释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他们的厨房，然后呢，阿姨在这里已经等我很久了。哦，这位阿姨就是平时每天给他们做饭的阿姨。然后今天阿姨你既然在这里，我就得问你一些问题，然后您得非常真实、客观、准确地爆料一下他们，好不好？那我准备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他们平时最挑食的人是谁？基本上他们4个不挑食。他故意的，他被安排好的，他这样回答我没法接呀，你是不是都不挑食？4子里面你最喜欢谁？这4个基本上我都喜欢他们。我不问了，阿姨真的很无聊。因为他们年纪小，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啊。这个我都喜欢他们，他们还挺乖的，挺懂事的。每天看着他们长大，对。每天那个就站着师傅，3个菜1个汤，哇，特别的丰盛，清炒鸡块、可乐鸡翅、鱼香肉丝、豆角肉、酸菜鱼地3鲜。哇，阿姨您真的很会做。阿姨很自豪，能看出来吗？那个神态。但是我有一个很想问的，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，或者说有一点不能吃的东西？连林超吧，他就不爱吃芹菜，基本上他们4个不挑食，咱就不吃。林超不爱吃芹菜。月月吧，比较胃不怎么好，完了有时候还愿意晚上给他煮点鸡蛋面。哦，月月哥的胃不是很好。阿姨记错了，阿姨记错人了。阿姨到现在没搞清楚咱俩谁是谁，记住林超就够了。
还是能看得出阿姨每天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帮他们安排，因为每一个菜每一顿饭都是荤素搭配，而且营养非常合理的安排好，而且量也有控制，所以还是很谢谢阿姨能够每天很辛苦的帮他们做。不行，你又没给我做饭，我在这里感谢，让他们4个过来感谢。阿姨的菜是家常菜，是，对，阿姨其实挺用心的，而且我觉得阿姨最逗的一个点是，每当有拍摄的时候，阿姨就会给我们去泡茶喝。因为有摄影机在的时候，她就要进来。外面40多度，然后泡了一个80度的茶来约人喝茶。对，阿姨的意思是她要出现，还有在照顾你们的生活。对，阿姨很有综艺感，特别可爱。对。我在录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有她的老公一直在给她打电话，然后她在镜头前一直这样，然后那个电话一直响，她扭头说：“别打了。”嗨，继续说，如果不行我再录一遍。她是这样的。我想访问那个阿姨。所以你当时去拍的时候，除了阿姨给你的官方回答之外，你到底有没有探查出来阿姨最偏好、最疼谁？我有看到阿姨的微波炉上放的是林超弟弟的那个日历，而且还有他的一个大的一个挂塑料袋的地方，上面也贴着林超弟弟的照片。而且阿姨说话不实在。对，刚刚一开始你问她说他们4个挑不挑食，她说不挑食。对，后来说林超不吃芹菜。不吃芹菜不算太挑食吧？其实我其实挺挑食的，就我还有一个怪癖是我不吃别人做的鸡蛋。那谁做的你才吃呢？就只有我自己煮的我才吃。你担心别人做的鸡蛋有问题？对，鸡蛋那么纯白的东西。我懂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他对鸡蛋特别有偏执，就对了。就是他对鸡蛋有一个幻想，是鸡蛋是完美无瑕的。对，这玩意儿是不能经过别人的手。对于其他什么蔬菜啊、肉啊，那就随便，是这个意思是吗？对，反正我也不会做其他东西。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个蒸蛋给你，你也不会吃。对，我会吃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！我会吃。没有，你刚刚在瞪他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只是就是迟疑的看他了一下，并没有发出什么那个很狠的目光。好，那个厨房看起来很现代啊，没有破旧啊，别的地方都挺破旧的，就是公司周围都很破旧，只有公司一个。公司也还好。什么叫公司也还好？就是灯光昏暗，然后空调的冷气可能不是特别好。我录了一下午，就是满头大汗。所以你是嫌他们公司整个样子规模就是不大？他们公司非常的专业和优秀，而且就是不把精神花费在外面的装潢上面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他们公司地图导航是导不到的。这太神秘了！我坐车过去，然后给我送到了一个就是荒郊野岭，因为旁边都拆迁了，只有我们公司在那立着。还有传说是后面要盖一片墓地了，马上。那我们就指，你知道，到里边哎拐，然后再钻，就这个地方。他们公司有我们常常听说的练习生必须要遵守的这些条款。所以我跟3位请教一下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10条是真的吗？这个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对，是贵公司专用的，不是业界普遍使用的。好像还真的是根据我们就是自己的情况，然后专门定制的吧。有一些也是那种通常的标准。可是第10条会不会有点过分啊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所有艺人心里都要有点数。所以如果艺人有问题想要问你，也不能问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那个怎么说呢？因为都是男人嘛，就自己对自己时刻有一个认知就行了，就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，就努力就好了。因为那会儿我们就是每天就要努力学习上课，就心里只放着一件事儿。你们3个人真的心里面，如果可以问一个为什么的话，有想问一题吗？有一个为什么？有一个就问老板是吗？问老板，对啊，只有一个。咱们3个就有3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思考一下。咱们想呀。我们也可以问啊。对你安排了几次假期？现在应该有个3回了吧？我觉得3、4。有问题了，哥哥。想到了。什么问题？刚好赶了一个假期，过2天。
然后出去玩鸡酒包吗？那肯定包啊！我的天哪！出去旅行怎么可能让你们自己花钱啊？哎，我再帮你补问一题哈，关于这个的。每天都有发零用钱吧？有，每个月都有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前其实是全部都承担的，只不过前一段时间出了点风波，然后让公司财政非常紧张，我才说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先解决一下。你既然安排了假期，你干嘛不就让他们很放松的，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呢？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么安排的，是的。所以这次的假期你是愿意帮他们出钱的吧？对。那每天还有零用钱，让他们在假期中可以吃东西，可以买东西啊。对，是会有的。有吗？啊，是。可以了，哥哥。然后哥俩可能这个平常跳舞也膝盖也不太好，想弄个车，就这个。算了，不用再说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对，月月，你是指说出外旅游的时候要安排一个车呢，还是说平常也要安排车？嗨，其实没有那么多要求吧，就是出去玩嘛。可是你们出去玩是三个人要一起吗？对，是的，小弟啊。小弟可能会看一下嘛，因为他最近上大学嘛。如果他学校没事的话，我们就一起。哦，所以你可能会没有假期耶。正常。可以讲是大概是要去哪里吗？欧洲那边。那少说也要10几天哎。可能没那么长时间去玩。好，所以如果没有很长时间的话，每天零用钱就要加倍，这样，因为他们要急着花掉那些买他们想买的东西。太值了，我从来没上过这么多综艺，喜欢赚钱了。我觉得老板看我们的眼神跟刚进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，再弄的话可能他会讨厌我们。好，刚才这10个标准里面呢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私人空间。注意私人空间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是卫生，一个是他们的社交圈也会有一点点的，就是不要乱交朋友。其实主要管理他们认识朋友，也是因为之前父母的嘱托比较多，就孩子都上学上一半，然后就委托来了，然后一定要让他们交到好的朋友，平时要好良好习惯什么，就这些。有压力要替父母管好他们。那你有跟他们说不准谈恋爱吗？这段时间？肯定的。哎，不准恋爱不在这10条里面哎。就是那个就根本就不能算一条进去了。所以穆子阳，你愿意遵守不准谈恋爱吗？我太愿意了。为什么？要跟他恋爱吗？什么？老板，为了生活不能谈恋爱。所以你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如果底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，然后一直对着你们尖叫，你们难道不会很想跟他取得联络方法吗？其实哥哥是这样，就是其实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有时候特别专注的时候看不到下面那些东西的。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就是比如说很帅的眼神，那你要看那人你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没法去特别的看的。月月，你将来会学会的，是吧？我们访问过很多开很多演唱会的男明星，他们都看得到前排，还是会看。那可能是我们经验不够，我们就是要想的东西太多了。有没有人在你们住宿的地方门口等你们？有。但最近还好，因为对于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比较排斥的，因为这属于我们私人空间了嘛。然后一出门一看几个，其实有吓到。所以有规劝他们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对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达到一个共识了吧，就是我们的粉丝就真的好的粉丝也会尊重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彼此尊重的一个状态吧。当然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以前住的地方长什么样子。现在小心翼翼的，因为听说这个门已经坏了，现在都是用绳子绑着的状态，不然它随时可能会掉下。还是别碰了，太危险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去他的床上看看吧。他自己的照片，这是什么照片？这是粉丝应援的照片，应该是在地铁或者某个地方贴的他的照片，然后他去合了影，还是很帅。然后就是药啊，这是治疗肠胃炎的药，可能月月哥平时的肠胃不是很好。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，哎。这儿有一个本子，我们打开看看。这是一个这是他写的一个读后感。
哎，地上还有不少的东西。这个东西，哦，这是一盒外卖，好奇怪哦！他们是有阿姨每天给他们做饭的，有阿姨做饭，而且阿姨说他们完全不挑食。那为什么要点外卖呢？你管得很多哎！这个东西看起来没有吃过，但是闻起来已经不新鲜了。我们也看一下日期是多久的。这是前天的外卖，前天的外卖还放在房间里，糖醋排骨。所以这个房间整个环境像一个孤寡老人，孤独的老人。这是谁的房间呢？哎，因为我知道林超弟弟是非常喜欢《海贼王》的，然后这个房间放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那这房间里肯定其中一位主人是林超弟弟，那另一位是谁呢？因为这个房间里没有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多黑。灯光老师，请给我一个灯，我自己给自己补。这个区域划分的非常明确。第一个区域呢是帽子区，这里大概有100顶帽子。第二个区域就是奇怪物品区，我其实没太看懂这些奇怪物品到底是干什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葫芦、4只报喜鸟，这又有2块我家小区里就是树丛中会出现的鹅卵石。哎，我好像反应过来这是谁的床？这是木子阳哥的床，因为我了解他非常喜欢的戴帽子和喜欢祈福的东西，难道这也是祈福的石头吗？我看到了一个东西，小本本，我给大家念一个，这个东西笔记本，你嘴凑过来，我对着你的嘴说，这话就一直钻进你心里，省得还走远路，拐了弯从耳朵里进去。我刚才看到房间是你们现在的住的地方吗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蔡勇哥，就是因为我们演唱会之前要每天训练时间非常紧，然后这个宿舍就是本来是练习生住的，然后被我们征用了，每个人都拿了一些必要的物品，在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为了准备演唱会而住的。对，我们开完演唱会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，把这个地方还给他们。然后其他练习生永远的住在这个地方是吗？在出道之前都会这样。睡上下铺吗？嗯，上下铺已经很好了，哥哥。我们当初是2个人挤一个床的。对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日常。你刚才说帽子有100多顶，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没有那么多，但也有几十顶，而且风格各异。然后找到了石头，石头感觉是上路边捡来的吗？对，我以为是捡来就是把玩的。请问石头主人是哪位？是我那2个石头其实是我之前去海边捡，觉得特别漂亮，然后在那儿捡2个石头，我觉得它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好的运气。拿着，别客气。你是有在怕鬼是不是？我很怕，我超级怕。为什么？我妈会一直拿这个去吓我，小时候就说你再不睡就鬼就要来把你抓走了这种。所以在我脑子里面就一直形成就比较怕这些，而且我小时候被我爸就是扔到猪圈里面。你说你爸把你扔到猪圈里面？在猪圈里面。对你犯了什么错会被丢到猪圈去？其实就那一次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小嘛，我也不太记得。那你爸妈对你的态度正常吗？那对我挺好的，就。所以你有拿来吗？我有拿来。好，让我们见识一下吧。好。什么啊？葫芦、报喜鸟，各种珠子。这太难懂了，这不是观光胜地会卖的纪念品吗？真的是。哎，你怎么会收集这是
这个葫芦真的很厉害，它是我当初在一个有一个庙，然后这2个葫芦就是在那个庙后面。所以你偷摘下来吗？没有，是卖的，路边是卖的。我怎么可能在跟一个偶像聊一个庙旁边葫芦树上长出来的葫芦啊？所以那个报喜鸟你还要聊啊？这个也很厉害。这个转运鸟超级厉害，是我。它是转运鸟。对，它可以怎么样？你如果拿了这只小鸟，就会对你有好运。哦。好，请问小笔记本是谁的？也是我的了。里面写了一个很感人的话，就是他隔几页才写一句，啊，当中有一页他就写，糟糕是心动的感觉。他一定是那天遇到了。他骗我，他们在演唱会台上看不到前排的人，其实他看到。对他那天心动了，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只好赶快回去说，糟糕是心动的感觉。所以心动的感觉是在何时发生的？其实不是，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可爱。因为我之前拿这个来遮掩。没有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在这句话应该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说的，就小弟过生日，然后因为当初也是憋了很长时间没有出去，就出去之后你懂那种。就到处都很新鲜，就哇，糟糕，心动的感觉，就那种哦，是对环境的感觉。你说去新西兰，满街都是让你心动的感觉，是吗？其实新西兰那边的女生就是可能不是心动的感觉吧。所以，请问这些应该可以考虑要不要上咸鱼车，是吗？你把这个送走，我怕他承受不了他的人生呢。他可以动用保留权，保留一样吧。首先，笔记本可以让吗？笔记本可能是唯一可以让的吧。啊？我以为笔记本是唯一不可以让的。这是里面有你的亲笔字迹，粉丝会非常非常激动哎。就我还可以再写呀。好，那既然木子阳答应了，我们就让他。随心而寄的浪漫絮语，谁会接受这份告白呢？然后子阳的反应跟我不同，他这些全部都想留下来，还是其中有什么是你觉得最见效的，我们让他留下来，其他的就让他走吧。不要，因为我有时候会就睡不着的时候也会去弹它，也会比较心安。然后那个小鸟就一定要放在床头柜上。所以你们如果要四处去演唱，你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带在身上吗？不会拿其中一个吗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小玩具，对，你的吗？对。好啦。所以你在宿舍跟谁玩？随便拉过来的人就玩啊。就谁倒霉谁就被拉过去跟他玩。所以你当时是4个人一起玩，然后现在你看这少了一个人，你这样玩起来不就越玩越哀伤吗？当然现在也有手机玩了。OK， 我们来看看啊，就是这个青蛙游戏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可以去或留。承载着童心的玩具，给别人送去欢乐吧。那问主人的意思，你要动用保留权把这个玩具留下来吗？可以送，随便。很棒，就是林超拥有过的玩具，大家肯定是非常向往的，所以大家到闲鱼 APP 可以让它发挥新的价值。耶。我是来自西安的花花，特别喜欢买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我身后的这种小娃娃们。其实每次买完娃娃回来之后，我就可能只是图2、3天新鲜感，然后就放在他们的吃灰。看过花花万物之后呢，对我这种囤积的行为有了一定反思，是时候把它们整理出来，去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了。我叫曾粉菊，来自甘肃的小山村里，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，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幸运。那时候家里有姐妹4个，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，导致我8岁还没有上学。幸运的遇见了全国妇联的张部长，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我们姐妹4个都考上了大学。看到花花万物这个节目，我也想通过断舍离把我曾经看过的这些书籍都捐
捐赠出血，回馈社会，让他在其他地方散发自己的力量吧。好，秦女士今天有这么大的勇气前来代替未出现的那位，是要告诉我们那个人没有出现的理由。其实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，因为其实这3年以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了，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坎儿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其实想跟喜欢我们的人先说声对不起了，因为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初心不会变。所以你跟那个四子到底是闹翻了还是怎么样？现在其实是比较其实现在不是闹翻，是属于一个就是不太互动的状态，冷战，没有点像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状态吧。但我觉得这段时间会过去的，因为情绪都是会过去的嘛。所以月月作为团长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啊？其实因为凡子这个人，我其实了解他。对，其实我就是林超，你干嘛一直摸他膝盖啊？我按摩吧。喜欢他的。林超也是怕他哭吗？因为我，比如说像这种情况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，然后就只能在一些小细节上给别人安慰了。所以你觉得他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？对，我觉得月月真的是承担了很大压力。所以你们3个人里面，就是面对他离开，是队长最难过吗？我俩私交会更多一点，就是我会跟他聊得更多一点。所以你现在也联系不到他哦。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，可能对于我来说，这段时间还是先不联系为好吧。可能等事情过了之后，大家可能情绪缓和了，等事情过去了，没有那么多利益牵扯的时候，再去平静下来聊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结果吧。他要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落泪跟他说，我们一起奋斗了那么久，不要离开我？真的有就是痛哭吗？对，那是肯定有的。然后他当时也有哭吗？都有啊，都哭了，可是还是要走。不太一样吧，可能不是那种感动的那种吧，可能是比较激愤的那种。完了，太可怕了。大吵到哭的那种情况有，对，都有。其实什么情况都有，也有很那个正常的，然后也有大吵的那种。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就是离开了，你会不会开始担心，接下来会不会有第2个人也要离开？我觉得肯定不会，肯定不会。他说肯定不会，我就转过去跟木子阳对看了一眼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看我。我也不知道这事，我要说，肯定不会。你会自责说你没有及早防范吗？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真不是说就想防范就能防范得了的吧啊！对这个，就我很少跟他们不停的哇啦哇啦讲那种，我都是实际行动来那个什么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没有说，可能有些话没有沟通，可能就会那个样子。但我一直觉得行动其实是能证明更多东西的，但是已经这样了吗？你怎么又跟我对看了？是你一
是你一直看他嘛？我想看他们在老板讲这番话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到底怎么样。然后月月就低着头，林超也低着头，然后部长跟我对看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。他的行动到底有没有效果啊？效果就是我们3个还在婚姻。OK。所以请问一下，这个第4个位置，你们就想说算了就不要了，还是说你们会为他保留，还是说干脆再找一个新的人来替补这个位置？现在这3个人的这个情况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合适能劝说我自己的答案，而且每想到这儿，我就是很不开心的状态，然后我选择逃避一次吧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我跟老板聊一下啊。所以他回答的你 OK 吗？很 OK 啊。所以刚刚那一题你有想过吗？其实情感上，如果从以前就毕竟经历那么多，肯定是有感情的。如果说未来真的不好的话，就剩下他们3个人的话，其实我也想过，因为我是处女座，就我觉得我们先抛开一切感情来讲，比如说3个人的舞台跟4个人的舞台，肯定是人多一点会好看嘛，跳舞唱歌，对，气势也会有，所以也一直也不希望他们就这样丧失一部分美感，所以之前也想过是不是要加人，但是呢，这个也不能说我一面之词想加就加。粉丝如果觉得不可以或者怎么样呢，那也是不知道的。你到目前担任这个团体的老板，有常被粉丝骂吗？有，对。骂你什么？就最早开始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背景嘛，他们希望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机会、更快的路走吧。你跟他们当中某一位是校友还是同学吗？对，我学弟有一个比我小2届的学弟，岳勇队长。可能这也是因为就是秦女士愿意后来发掘我的原因吧，因为她知道可能我被这么多年被社会磨平了棱角，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样子了。他愿意没有，那倒没有，成熟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你是因为他是你的学弟才签他的？不是，是因为身边找不着人了，实在是。还是学弟吧，还是学弟。那学弟的答案比较好吧？开玩笑对。对，因为你如果不是这个行业的人，你要如何号召一堆男生来你们公司面试？所以确实是很难。所以那会儿就先从身边的朋友开始挖掘。所以学弟是第一个签的吧？算是对，通过我学妹联系的。刚才在讲那个老板有没有考虑递补第4个人的时候，就是星辰一直用眼睛很用力的看秦女士。我没有，我老板也在现场，别这样。你老板也在现场？你有老板啊？难道我是野人吗？所以你的意思说，如果你老板不在现场，你早就过去跪了是吧？对。没有，他们不要我的，他们要180以上，我刚好179。有这个规定吗？对。重要是他没有179啊。我174。秦老板的规定就是180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林少你有180以上吗？我183，小弟很高的。也是看不太出来。他有站到星辰旁边就看出来了。嘿，别闹。站这看好不好？算了，我好好站这里就挺好。OK， 好。你180是你个人的喜好吗？也不算吧，就我觉得男偶像嘛，他应该高点吧。可不敢乱说，今天姐呀，我真可不敢乱说，带不动。完了！我教你什么呢？实力第一位，舞台表演。说在选练习生的时候。好，我算了，爱咋地。所以那个月月的意思是他今天替他老板担心，老板说错话是吗？太不会说话了，你得让我失望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准备。工资，兄弟，工资。因为这是选材第一步选练习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会看外形多一点。等到后期还有漫长的练习生生活，他需要训练去充实自己的实力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后半段。如果你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录完影之后，你觉得站在那边那个星辰讲话真的挺有趣的，那就会舍弃他实际身高这件事情。就是如果考虑他，他很有趣，可能也不行吧，因为还有别的点。
OK， 我们除了拍了刚才的卧房之外，你还有拍到了好多东西。OK， 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唯一不像是老年人的东西，我们打开来看。哦，这些放在角落里，一般都是想藏起来的东西。这个裤子是他当时参加比赛的裤子，看起来也是穿了不少次的样子。哇，奶奶的毛衣，这么多周爸爸的衣服还被你装在袋子里，丢在房间的角落，肯定是你闲置很久的。既然你不要的话，那我就带走了。我发现了2件惊为天人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时间有限，我们这边说话。这2件，这是奶奶的衣服啊！我妈都不会穿这样的衣服，上面都是红牡丹。我给大家穿上一下，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出现在男生的房间里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诡异。妈妈拍照一般是什么动作？这个好适合小 S 姐姐，不如把它带回去送给小 S 姐姐吧。这是她那个年代的衣服。我又发现了一个箱子，这里有一个奶奶的东西，这个箱子里又放了一个爷爷才会用的东西，为什么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经过允许，我现在要上去哦。上部的床感觉比下部的床要软很多，然后上来之后，一条裤子，这条裤子看起来不但普通，它好像已经被洗得掉色了。哎嘿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哎！亲。你有事吗？这不是破洞裤，这个裤子已经穿破了。嘿，亲爱的昆音娱乐，给他买一条新裤子吧。哎，这儿有一个空投箱。哇，我现在是拿到了这个空投箱的1半的量的糖。弟弟，你吃这么多的糖，你不怕长蛀牙吗？不过没事，年纪小可以多吃一点。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箱子。经过我多年就是搜刮别人房间的经验呢，我觉得一般用这种精美的礼物盒装起来的东西，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。这个包了蝴蝶结，我挺好奇它装的是衣服，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哎，这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卫衣，然后这儿有一个红心 A。然后还有一件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卫衣，也是一个红心 A， 红心 A。我要看一下号码。当然，肯定有时候我们就是遇到喜欢的衣服，我们会买了2件不同的颜色，对吧？你看这一件是 L 码的，对吗？明超弟弟是 L 码。这件衣服是 XS 码，就是最小码。一个 L 码，一个 S 码。对，当今社会，我们称这种衣服款式相同，颜色不同，尺码一个是男生码，一个是女生码，我们称这种衣服为情侣装。星辰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被我杀啊？有这么一个遗憾，其实想被你打一顿，有时候。好啊。你要打助理主持人了。你的衣服真的拿来了吗？真的拿来了。哦，我看你带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哈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吧。我看到那个茶壶，我不懂，拿过来我看。这应该是木子羊的吧？这又是一个
那个心灵方面的东西吗？这不是，这其实是很小的时候，大概10几年前吧。然后我爸就是很开心拿了一个这个壶过来，然后还有小杯子，就12生肖的那种。然后呢，我看我爸特喜欢，然后就用之前我就想给他洗一下，然后我就拿那个铁丝网给他刷，就给刷破了，就再也没用过。对，他是一个想要让爸爸开心的孩子，可是却做了蠢事。那你为什么要留住他呢？他已经不能用了。就每次搬家都会带上它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回忆吧，就感觉那时候还是。那你可以再送你爸爸一套。因为这个紫砂壶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爸爸买的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同样的了。那哥哥你可以去闲鱼 APP 上看啊，因为闲鱼 APP 上不但有各种各样闲置的物品，还有很多人在上面搞收藏啊、淘绝版，很多我们现实生活中买不到的东西，在闲鱼 APP 上都可以买得到。而且如果你加入鱼塘的话，你还可以跟全国有经验的各种共同爱好的人一起交流，然后说不定你还能淘到更好的紫砂壶呢。对，大家如果喜欢各自有兴趣的东西的话，就各自到闲鱼上面一定能够找到哦。那这个你要留在手边吗？还是让他去？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爱在的，就是在这个壶里面，所以我想把这个爱传给大家好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对。有爱有温度的物品更值得分享。那件那个为你而带来的那件复古装呢？那个我觉得可以送吧。那是哪一位的？是你遇到的对象留下来的东西吗？对，我其实挺喜欢这件衣服的，它很好看啊。你可不可以穿穿看？你给他穿穿看好，因为他是模特，他应该可以。也是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你表演一下模特的那个。但我今天穿的内搭可能不太适合。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撑得住。我自己特别喜欢，但每次穿上它都会被全公司的人嘲笑。好好看啊！你现在蛮好看的。木子阳，你来走一下，你就臭脸走一下模特的台步吧。一定要臭脸的那种。一定要臭脸，臭脸才像啊！啊，可以。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这个留着吧。你穿很好看。好看吗？对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怕我穿起来会真的有年代感的。对，里面有一件更可怕的。那它是里面那件好了。好像是月月哥的。对，那个是我的，对。这个太适合徐熙娣了。等下，这件衣服是月月的。对，你穿它。但而且这个是真的是因为搞笑的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打赌，然后玩一个游戏，然后打赌我输了，然后我穿这件走了机场，这个是要时尚的一个搭配。哇。哎，老秦啊，说约个时间打麻将好不好？我们搓2局好不好？哎，不是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不难看，我觉得你不要主观意识上排斥这件衣服啊。真的吗？哇！你们少在那边望什么？我真的觉得不难看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？比较时尚感的，我真的觉得。不要闹他好不好？万一我真的开始觉得我都快要跟你拜年了，好吗？你要试那件吗？我觉得你要试。我不要试。你要。我要是绒布的这件吗？这个写了你名字啊。这件是谁的？也是我的。我要在手上拿2个珠子。哎。帝王气质，老爷出门小心啊！有鬼，谁怕？哎，好适合你哦！少啰嗦，真的写你名字哎！为什么主持人要互相陷害啊？你快去闲鱼上面买它吧。可以割舍吗？这2个吗？
我觉得你那件袍子可以留着。对，我觉得留厉害的那件好了。好吧。黑色那件就让它去。不适合自己的东西需要及时断舍离。好，那请问月月那件红的呢？哎，给了，放在这儿。那留着干嘛？可以啊，然后我也不想看。 S 来按钮吧，让他们去哈。自己的闲置对别人来说也许很重要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莹。我看了《花花万物》这个节目之后，我觉得断舍离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好。我平时很喜欢做饭，所以我买了很多这样的小物件，但是它们现在对于我来说都用不到了，所以我打算把它们捐出去。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伊丽丝，最近看了一档优酷上新的节目，叫做《花花万物》。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习惯，就比如说我自己也会囤很多这些眼影。看了《花花万物》这个节目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自己那些不用的东西，其实可以捐出去，送给那些更需要它的人，懂得它价值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被他强烈影射为说一件是 size 是男生，一件是女生的对套衣服，情侣装。请问那是哪位的？是我的。你有情侣？我没有，因为那个情侣衫是给我妈买的。谁会信？拿妈当挡箭牌。我发誓。为什么要帮妈妈准备情侣装？因为就是来北京这2年，就是因为妈妈一直在给我买衣服，包括之前看的那个裤子也是妈妈给买的。其实这个买了没多久，就前几个月的事，然后就觉得妈妈那时候好像没有情侣衫，然后就希望自己可以跟妈妈穿一样的衣服，然后走在大街上。哦，你是愿意跟妈妈穿一样的衣服出去逛街的？对啊，这真的很难得哎。所以穿了吗？你们2个？他还没有穿上。哇，妈妈会开心的要命吧？对，小孩愿意跟自己穿情侣装，忽然让他旁边那2个团员有巨大的压力，是吗？因为我想月月应该不愿意吧。我不愿意。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行为很特别。对，其实因为小弟他妈也特别支持他，然后，但是小弟其实最近几年，尤其是当练习生之后，都没有很长时间，就是回家去看他妈妈，包括过年的时候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么小的一个小孩都没有回去陪他妈妈，但是其实就是一直在跟他妈，发信息啊，然后种种，然后包括跟他妈说买一个情侣衫，我们穿上一起逛街，但是也到现在都没法实现。哦，都是因为太忙了。妈妈已经知道有这件情侣衫，对，她知道，她只是还没机会跟你一起逛街。对。好，我们手边收到了一个是林超的妈妈给我们的一封信。好，这个信呢，有一些内容我可以跟秦女士一起回忆一下发生的事情哈。自从你离开家，马上就要3年了。我很担心你的前途。没有这一句啦。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我很担心你的前途发展呢。真的呀。不信任你，秦老板。所以他有表达说，你这么小姑娘，你可以吗？没有那么正面的表达过吧。所以你知道你妈妈不太放心这家公司吗？我妈好像有那种从旁敲侧击的跟我说过这件东西，但是回家吧，我就说没事儿，反正我自己在这待着，我自己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就行了。好，所以他说，他后来发现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的，有3个哥哥呀，大家都照顾他，所以非常好。然后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跟爸爸有关，他说，爸爸看了你上戏的录取通知书以及承诺书，他还是会开始担心你以后的学习生活，担心公司的活动跟学习的日程发生冲突，会造成你学业受到影响。所以当时你去考上戏的时候，是你想完成爸爸的愿望吗？
当时考上戏是全家的一个愿望，因为我爸爸妈妈其实对这个行业不是太懂，也不知道未来会发展到哪一步，所以他们其实那边就看重的只是学习而已。我能够考一个好大学，拿一个毕业证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所以是不是你决定要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，爸爸就跟你有一点冷战了吗？对，当时其实闹得挺激烈的，然后后来我就激烈到，然后我自己就来北京了。你是等于是离家出走吗？对。所以你多久没看到爸爸了？我有3年多，算是3年。也不聊天。对，没有聊过天。那你过年不回去，也是因为不想见到他？我第1年过年的时候，其实买好火车票了，然后我爸爸就说你不准回来，不准你回去。对。对，他说不要回来，后来就放弃，就不回去了。对，然后后来再也没回过去了。对，妈妈夹在当中是怎么办呢？妈妈偶尔会透露一些就爸爸最近在干什么，对，然后我其实偶尔私下也给他送过东西，比如说就是一些茶壶啊、一些手表什么的，然后就是会偷偷让我妈给我妈带，但是还是不会传简讯给他。对。你要不要把我这个茶壶？我觉得那个转运鸟、电珠，大家一起都送给他爸爸。他最后讲了说，爸爸让妈妈转告，等到你休息或者学校放假的时候，常回家看看。今年过年记得回家吃饺子。所以今年可以回去了耶。所以爸爸接受了。其实我觉着小弟和家里面什么事情我是很清楚的，他们2个就是在怄气，而且其实叔叔就想让小弟拿一个好的文凭，那既然大学也考上了，小弟现在做的其实也算有点小成绩，其实他们2个早就没有那种针锋相对的感觉。对，林超，你爸爸有看你在节目里的表现吗？肯定会看，我觉得肯定会看。我作为一个，应该会有，肯定会看的。所以这次过年会回去吃饺子吧？得先跟妈妈确认，妈妈这个讲的是真的爸爸的意思。回去之后拿个扫帚在旁边，有点太尴尬了。你会替他确认一下这件事？我会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了。其实全公司都希望他们可以和好对。所以S 这个信让你交给林超，就让他收起来。好，来吧。希望你可以跟你爸和好。谢谢。OK， 对，我觉得情侣装肯定要留下的嘛，对，因为要实现跟妈妈一起穿着逛的心愿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咸鱼擦亮时刻。我们要请我们刚才物品的主人呢，要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咸鱼的擦亮时刻。请Warner的3位要跟他们的物品道别了，我们让他们的物品可以在新的地方获得更多新的价值。好，3位请起立，要写一个卡片来给他们新的主人。一人1张，好嘞，先写。不用长，简短就好。我觉得粉丝收到东西都已经会高兴死了。对。OK， 他写了拜拜。拜拜，什么东西啊？拜拜了您。拜拜了您。林超写，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主人那边变得熠熠生辉。好。本期节目中所有预捐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，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，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。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、优酷、燃烧小宇宙携手当当，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内举办了一场断舍离主题的晒书会，让角落中的书籍重新焕发出光彩。感谢当当为山区儿童捐赠10万元书籍，花花万物让万物皆有温度。上闲鱼 APP 或手机淘宝搜索“花花万物”，参与同款物品义卖，将有机会成为物品新主人，还能够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哦。希望你在闲鱼上面得到物品的时候，同时收到他们的祝福。谢谢你们今天3位来参加，谢谢陈老板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